AI 呢，它不是需求泡沫，它是太急了，太快了哦。那所有的资源太集中了，美国怎么可能让 AI 泡沫跟达康 bubble 一样就直接爆掉？对，因为你这次倒下去，就人家直接把市场收割了。以后所有的引擎全部都是中国的，以后所有的机器人全部中国，自驾车全部都中国了。你美国那就完蛋了。对，应用就在转角。对，搞最多慢1年2年，它马上就要接上来，就是这一口气过不去而已，那有什么难？这口气就是2026到2027。对，那最多到2028好了。你会看到台积电的法甚至在讲飞天车。对，我们想怎么飞天？这根本没有。但以台积电的技术角度，他觉得这已经是 ready 了。而且我觉得魏哲家讲的更清楚，我的年纪是非常需要机器人，对啊，代表说他的有生之年，他觉得他可以用到机器人的。讲白一点，可能10年之内就到处都是机器人呢，可能。以魏哲家的年纪，他到了老的时候，都是1人1台到甚至2台机器人。对，等到机器人都 OK 了，你会不会有可能想要买一个皮卡丘在家里？你可能买个哆啦 A 梦。未来可能就我们常讲，你看一个大陆的电视剧《逐玉》，就哇，我好喜欢那个张凌赫，对吧？未来搞不好直接你下面就有一个连结，订一个张凌赫回家。各位朋友，请支持我们的团队制作优质的影片，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按赞、分享、订阅。你的每一则留言，你每一个分享，每一个抖内，对我们来讲都是最大的力量。我们也诚挚的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会员。现在美国、日本、韩国跟台湾，我们的股市都出现非常剧烈的震荡。但这个剧烈的震荡不是因为说我开始怀疑 AI， 我怀疑 AI 的未来，我怀疑 AI 的基本面。现在的基本面大家都认可，基本面非常好。那台湾的成长也非常好 ，AI 的未来也没有问题。AI 现在变现的速率也越来越快了。但是现在出现一个资本大幅的在转移，因为我们看到了中东危机，看到了美国升息，再看到了美国殖利率不断的往上升。现在美国10年期的殖利率已经到了 4.7%， 现在30年的殖利率已经到了 5.28%， 甚至有一段时间到了 5.3%。如果我的公债殖利率那么高，就代表未来我要去借钱的成本就会变得更高，甚至我在做投资的时候，我放在债市的安全度也相对的来得更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股市的水位就会降低。那现在要问的是，那这些外部的纷纷扰扰什么时候会停歇？如果这些不停歇的话，那现在股市的水位够不够？动能够不够？如果动能不够的话，那股市还会有一波的高峰吗？之前我们常常讲的 AI 不会泡沫，但 AI 相关的股票会泡沫，而这个泡沫会来临吗？我们到底要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就是对台湾来讲，最相关的当然就是台积电。可是台积电我们也担心说，现在 Intel 不断的在后面追赶，我们看到三星也虎视眈眈。现在台积电讲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晶圆制造，我们是我们的护城河。现在我们的先进封装更是我们的护城河。那我们要问的是，那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到底有什么样独到的地方？现在台积电的先进封装现在跟别人、跟他的对手到底拉开多大的距离？而这个真的可以变成他不败的宝典吗？好，那谈到这个，我们今天特别高兴又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君鸿资本的执行长沈万军来跟我们聊一聊。万军你好。宝杰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万军，我们刚才一开始讲是，现在你看到了费半，你看到了日本，你看到了韩国，那股市就有震荡。台湾算好的，但是到了46000以上，你就发现那个卖压非常非常的一个沉重。卖压非常沉重以后，大家就感觉到一件事情是，现在全世界的资本好像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动，特别是在正央的这个美国。美国刚刚讲的，现在有升息的压力，有中东危机，这个油价上涨，再包括它的殖利率上涨，这样你把钱都吸过去了。那再把钱都吸过去的状况下，股市的水位是不是就下降？那股市的水位如果下降的话，接下来的动能就不够吗？如果动能不够的话，是不是现在股市要回到前面的高点，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呢？其实除了震荡以外最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全世界股市的成交量都萎缩。对其实就像宝杰您讲的，就是大家都在观察。看远都很乐观。AI 呢，它不是需求泡沫，它是太急了，太快了。那所有的资源太集中了。其实如果你换个角度想，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公司大家都愿意慢一点，
好，比方甲骨文，它订单有3500亿啊，我不用这么急的 deliver， 不用这么急的去建 data center，慢慢出，它就不需要借那么多的钱，它就不会入不敷出。CSP 厂也不用说会有 free cash flow 变负的问题，我不用那么大资本支出。对，但是因为呢，第一个他们有 competition 的问题，然后呢 AIA 的未来的需求的应用又太诱人，所以太急太快，下面就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对，那所以说我们法人啊，或者是这个业内大家讨论，就是看明年看后年一片乐观，短期充满了疑虑，所以成交量就往下了。那就像宝杰您提到，就是说公债殖利率呢，影响到的就是股市估值的问题。好像上一次这个乌俄战争导致升息循环，那时候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从2%多升到4%，相对来说你股价要等于腰斩。对，好，所以那次影响就非常大。你看那次台积电业绩多好，但股价就一直跌。好，那这一次呢，其实大家比较没有这么担心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的通膨其实比较像是一次性的问题，就像这一次美伊战争。我们今年第2季的时候，原油价格涨到100多块啊，但是呢，如果你以明年的角度来看，就算还是维持在8、90块，现在这个水准，你 YY 也是负的啊，所以明年的通膨呢？以今年的角度来比的话，稍微会减缓，但是这个减缓是要到明年所以股市其实也是这样，它现在就在等待过一个过渡期。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为什么到了下半年，从7月开始急转直下，对，然后反弹一波来，大家又开始观望，主要原因就是第一个通膨的问题，升息的问题，在今年下半年会是最严重的。好，再来的话就是 AI， 大家会担心问题，就是因为太快的结果下面，需求没有不见，但是呢，资金青黄不接，还有长短调的问题。我们刚刚提到嘛，很缺的先进封装啊，台积电的都出来说，哎呦，我们好羡慕记忆体缺货，它的言下之意是我们比记忆体更缺啊，只是因为我们很守纪律，我们很守道德，我们没有大暴涨我们没有涨价，对，它没有 Apple to Apple 大涨价，它其实只差讲出来我比记忆体还缺他讲的其实以我们的角度看也是，先进封装确实是现在最缺的一个环节，那 HBM 很缺，但你要想这些东西都这么缺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其他人没有这么缺的环节上面会有长短调的问题？等到你拿不到先进封装，拿不到先进制，拿不到 HBM， 那其他东西的订单可能会被 postpone 就像大家讲 iPhone， 你到最后不行，它可能就少出嘛。那你出 iPhone， 其他的供应链是不是就有影响？那这些所有长短料啊，资源过度集中，资金不够啊，还有刚刚评价的，全部都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在第3季。所以为什么股市震荡会来自于这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对，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如果以拉长来看，不管从基期啊，或者是明年应用端资金流回的状况啊，很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就是年底的时候会得到一个解决。为什么卡在第3季？我过了第3季之后，我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吗？我的殖利率问题就解决吗？我的油价问题就可以解决吗？这是一个很好的aspect， 但是如果你以它的卖层来看，像比如 Anthropic， 它现在开始已经正式转亏为盈了，对，它赚钱。好，它 AR 它从现在的营收跟去年的 YOY 比是14倍好，然后你会看到各个厂商啊，比如像 Google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 Amazon 啊，他们已经开始找到business model for AI，更何况应用完全还没出来，比如像说语数科技要挂牌，然后呢，这个 Tesla 要准备量产它的 Optimus。那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 AI 的真正应用，明年开始出来，明年可能中间或下半年应用之后就有获利，对，实质的获利进来。对，像 LG 不是跟 NVIDIA 签说，他就说明年一定会开始出人形机器人。那这些所有的东西，等到它开始出的时候，你开始有正的 free cash flow 进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AI 永动。现在 AI 永动机很空因为现在 AI 是我制造晶片，我卖给要做的人，然后呢，他再去贷款再回来。这里面不涉及一个应用不涉及一个
从大家赚钱赚进来，所以你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是一个诈骗。对。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永动机里面加入了大家像买 iPhone 啊，对，买机器人啊，买自驾车啊，那这个逻辑就通了。所以主要关键为什么我们都觉得明年好，就是明年不要说马上就第一季啊，至少明年到中后年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永动机的大家的担心就会疏解。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甲骨文你可以慢慢来，可是我就慢不下来。我慢不下来是因为我只要慢下来，别人就会赶过我。我们看到4大这个云端服务商的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资本支出？如果不做这么大的资本支出，我那个量就会被别人抢走。那今天比如说商业，他只要用了谁的习惯了，你就很难再把它给挖回来。那这么大的钱，我就需要大量的资金。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说，我的殖利率如果今天不断的往上升，可是4大已经不是靠自己的钱了，他们现在都要去借贷哦。那如果借贷的话，就要借很贵的钱。那如果借很贵的钱的话，我的成本就不断的要往上堆升。在往上堆升的过程中，大家受得了吗？会出现泡沫吗？第一件事是一定会受不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件事哦，这我们回过来，从这个关税战到 whatever。美国政府，比方说川野的软肋就是公债殖利率，因为他其实我们不要说他厉不厉害，我们讲他背后的这整个经济团队的经济能力是非常强的，他知道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殖利率起码不能突然的跳升，对，这会影响到借贷成本，影响到股价估值，影响到普罗大众的生活素质，所以你会发现哦，只要是公债殖利率跳升，像之前关税，什么时候它会停？股价崩，它还不一定会停哦。但是公债殖利率只要跳到关键的点，它就会出来。好，它什么时候退缩？对，它会退缩。所以像今天我们看到，昨天公债殖利率跳上去，股价开始崩，但是美国央行其实就出手去大量的买债。好，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对他来说，他很 care 这件事情。好，那这也是为什么股市是没关系，我先跌。成交量萎缩，我观望，因为大家也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嘛，觉得美国会干预嘛。但是他万一真的不干预，我一下怎么办？我干预不了了。以长期的角度来看，美国在这一块上面，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控制。对，所以因为这个影响巨大。因为刚刚讲的，现在30年期已经到5.touch 到5.3，现在是5.28，10年期是4.7，那都是很高的水准了。对，所以这个是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了巴菲特，他的等于说波克夏以前不太去投资，他最早投资这个所谓的科技产品就是苹果。我觉得苹果已经成熟了，那苹果已经有护城河了，我去投资苹果。可是现在呢，他大量去投资 Alphabet， 而且在这个仓位上面是已经排到第3，比他的可口可乐都还要多。现在如果就波克夏来讲，他如果投资这么保守的公司，他都投资了 Alphabet。那这个到底代表什么？还有阿巴菲特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是特别非常非常特别？其实从巴菲特从这个角度切入啊，我们先不讲他到底赚钱没赚钱，因为他其实买阿巴贝这段时间其实没有什么 perform 的，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其实告诉你一点，就是 AI 从现在开始的启蒙阶段，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会发现 AI 公司不是发展出最厉害的模型。或者是最省钱的模型，比方大陆都是最便宜的、最省钱、最省钱的开源的，而是也不一定是找到最快赚钱的方式。Anthropic 是找到最快赚钱的方式。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这个波克夏是去投 Anthropic 嘛，对不对？他是去找到 business model 的公司。其实你可以看到 Alphabet， 其实它的模型Gemini， 它之前曾经一度感觉最好最快，马上来比海，它其实一直在delay 嘛。但是呢，大家没有看到一个，就是 Google 是拥有最多数据，还有 business model 最完整的公司。好，这件事情我们就从波克夏你就完全理解为什么他会买。你看他买什么？买可口可乐，对，好，他买 American Express，好，他买 Apple， 都是拥有什么？拥有 brand。拥有不能取代的 business model，跟品牌地位。那 Google 这样吗？我今天我 Google 里面有什么？我有这么海量大家搜寻的数据啊，所以说同时，比如像说我在提供给你 AI 服务的时候，你们每一天搜寻的东西啊、看的影音啊、视频啊，不好意思，全部都变成我的养料。这个在 AI 里面呢，其实是核心的关键。最近呢，最流行的 AI 的新的东西，就是印度呢很多工人开始在头上戴这个
在工作，他愿意每个月多付他10%、20%、30%的工资。他说啊，那你做你的事情，比方你捡食材啊，你做厨师啊什么，没关系，你就每一天录下你的东西就好。录下来呢，他跟你说，我们人不会看，就是电脑收集。这是在什么？在取代未来机器人可能可以大量做人类工作，去记录这个叫做 data。好，这以前收集不了，因为我们的 data 以前都是文字嘛，档案啊、图片啊，没有实体生活的这个是其中之一哦。好，再来的话还有什么？还有 AI 在大量收买这些，比方倒闭公司，他说用30万美金买倒闭公司的所有资料。比方你倒掉了，你这公司已经没价值了。但是他说，你这个公司曾经涉及过任何的东西，我帮你买来，我要你的 data。对，所以你就发现，回过头来 ，data 是 key。是，那你现在能够每一天有这么多的 data 有谁？就是 Google。可是文君，你能不能帮我们仔细讲一下，就是说 Google 这个 business model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只知道AI 要赚钱，可是我们看 Anthropic 是很清楚，因为它有很多的商业机构，对，商业机构要用 Anthropic 去做它的所谓的战略的判断，要去收集资讯，我要去判断我的轻重缓急。那我们很清楚，它已经有一个获利模式。那如果像 Google 这样的一个获利模式，或者我们去想象 AI 未来的获利模式是什么呢？Google 最简单，其实第一个就因为它是精准下广告的始祖。好，你看我们的搜寻啊，我们就是它怎么推播给你啊，然后它怎么广告给你啊，或者你的影片的这个，你去看 YouTube， 它到底你会先看到些什么啊？这个东西就是。algorithm 就是 Google 的拿手绝活，所以呢，当它有大量的资讯的时候，它可以几乎掌握到你的 behavior， 你的喜好，好，你所有的商业行为，未来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值钱的。而且呢，在 AI 世代上面，以前呢，在还没有完全 AI 之前，这个叫做这只 preference， 它只是一个帮助你销售的管道。但 AI 以后呢，它会完全 dominate 你的生活，它可以甚至很精准的了解你下个月要买些什么，要消费些什么，然后呢精准投喂你，知道你会买些什么。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在 AI 时代里面呢，它可以减少它所用的成本，而且很 significant 的它可以量化去增加它的销售或者是它的收入。所以这个就是 Google 在他的 business model， 他比人家领先的，别人可能拿到这些数据，他还要想他要卖给谁啊，或他要建立什么新的，像 Anthropic 最简单嘛 ，Anthropic 它就是我把本来只能拿来当娱乐的，娱乐，比方做 AI 短片啊，或者回答我们一些问题啊，这个娱乐的，他把它精准化，你可以拿来做投资，可以拿来做医疗，他做的东西是我想到把 data 或者把 AI 的内容做 AI 的卖法，但 Google 不是 ，Google 是把它内化成自己所有的搜寻，跟它所有 business， 所以你会发现波克夏为什么会去投它，就是它有一个最完整的生态链，甚至呢，它还有什么？它还有在晶片端它自己的研发，全世界现在除了 NVIDIA 以外。ASIC 里面最领先，而且是断崖式领先，其实就是 Google， 就是它。所以，他又发现未来算力是最需要的。那你算力最需要，如果你都被 NVIDIA 掐着，你的成本就降不下来。所以他其实他从两个角度，一个制造端的独一无二，一个是 business 端的无一无二。那反而 algorithm 跟这个是不是最聪明，他其实没有那么 care。那另外就是你说。我到了2027年，我可能很多的获利的模式 business model 就会出来了。可你也讲过一个东西 ，AI 不会泡沫，但 AI 的股票会泡沫。那我们现在去参与 AI， 我是买 AI 的股票啊。那我参与 AI 的股票里面，那 AI 的股票的泡沫会有哪些的一些状况？会有哪些的泡沫？或者我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泡沫呢 ？AI 的泡沫其实我们现在最显著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太急了、太快了、太集中了。好，那所有人他都有他的期待，比如 NVIDIA 他有期待嘛？他说我今年要 Rubin 啊，明年 NVIDIA 要 Rubin 啊，我要上光通讯啊，我的 spec 我要往上啊，我要 HVDN 啊，所有东西呢，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技术一直在往前提的时候，那速度快到一个程度会有临界点。好，你第一个你可能借不到钱啊，好建设不到位啊，或者是说它是物理的极限，散热不够快。好，或者是说你的技术就还没开发出来，良率啊，或者是 performance 啊，那这个是现在已经在发生。你会发现常常呢就会有厂商呢这个本来
本来 NVIDIA 说我要往这边推进啊，我要上这个水冷，我要上这个2片式散热均热板，我要上 HVDC， 结果呢，它速度就不够快。好，这是泡沫第一个发生。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并没有，我觉得不用那么担心，因为它不是不来，只是可能稍微 delay 一下下。对啊，那其实以我们知道 ，NVIDIA 它最在乎的不是它的这个量，而是它的 time frame。NVIDIA 的里面呢已经下了这个军令状，就是可以做出来的数量不够，但是呢提出的时程不能慢，只要一慢，它是整个部门都裁掉。这个其实非常夸张，所以外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鬼故事，或者很多的猜疑，说他的 Vera Rubin 要延后啦，或者什么，只要一说这个东西，他们马上澄清说没有，我们一定如期推出。对，因为他最 care 的是速度，所以这个你会觉得很奇怪。照理说，我应该是获利极大化，比方我现在稳稳的出 GB300，我多卖一点啊，你需求你尽量我卖给你嘛，我本来你拿不到，我让你全部拿到光，卖到光以后。我把残余价值全部都挤光，我再推下一个。正常的 business model 是这样 ，iPhone 以前是这样嘛，对吧？但是 NVIDIA 完全不是，他的脑袋里面就想说，我要一直往前冲，而且在我能力极限值里面，只要我觉得可以的，你一定要完成。可是我这样子跟着 NVIDIA 会不会太危险？特别 NVIDIA 最近做了一些动作，你本来是卖铲子，就你要借钱给买铲子的人。第一个就是说你 OpenAI，我先借你2500亿，我让你去租这个算力中心。另外，我又搞了一个5000亿，我又找了一些这个6个这个华尔街的这些投行来，等于说成立一个等于说专门带给 AI 的。那大家就会担心啊，你本来卖铲子就卖得好好的，你卖晶片卖得好好的，结果你现在还要帮人家负担我的金融风险，这是不是代表说你的 AI 永动机其实出了问题？你只要不借钱给人家，你的永动机就动不了了。其实回过头来，第一个你跟 NVIDIA 危不危险，就是。NVIDIA 起码有一件事，就是它虽然跑得很快，但是呢，它不会这么急的去找 second source。它会找 second source，但不会那么急。所以说，你跟着它的第一梯队呢，其实是可以赚到钱的。它一直往前的时候，你跟着它，然后呢，它也很积极的会把量扩出来。所以你看，以目前来看到，你只要跟着 NVIDIA，其实你只要 first tier 的龙头是赚到钱的，很好。那它也很愿意去 deliver 这个。那第二件事就是这个 AI 永动机，其实这个核心的概念还是一样，因为 AI 的需求是实际的 real 对。好，那他一直跟你讲未来会有应用端的发生，只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嘛。你看现在这就产出1万2万个机器人，我们都没看到啊，所以大家没有感觉啊。自驾车也在很一些特别的地方，所以当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嘞，那 NVIDIA 还已经看到，台积电已经看到。所以 NVIDIA 他就说，那第一阶段他就出来说啊，那我帮忙担保好了。结果呢，他很赚钱哦，他也愿意说，他如果有问题我来担保。对啊，他本来想说这样 OK 了，结果不行，结果华尔街很紧张，直接把连他的借款利率都往上提。他说你担保他，你一起完蛋。对，他发现哦不行哎，我明明还得起钱的那。他就去找所有的这些银行机构啊，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个生态圈。其实它的概念并不是要去包装一个更大的诈骗去骗大家，而是呢，确实这些的问题，它核心的根本就是资源的不集中。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它跑太快了，对，跑太快我会到一些临界点，有一些是器材零件的临界点，有的是钱的临界点。那现在讲 OpenAI 就是碰到一个钱的临界点，它很简单认为说，我把你的钱的临界点打开，让你跑更快。可是对于整个华尔街来讲，其实你是虚拟的创造需求，是，它其实是变相的想要平衡这个获利了。我讲一个值，大家就可以有概念。我们 CSP 厂今年花接近8000亿，本来说7000多亿嘛，美金嘛，现在花8000亿。那我们的卖铲子的台积电、记忆体，就这2个加起来赚6500亿美金。你就很简单嘛，这些全部赚到这边来嘛，这个就是一个不平衡啊，不均匀啊。那 eventually 这些公司，比方说 Google 啊，或者是他们也会未来找到 business model 开始赚钱，不然他们干嘛投？只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卖产的像 NVIDIA 这些公司，他就想说，那我们这边赚很多钱嘛。那我们的亏率很好嘛，我不是说直接掏钱给你，那不行啊，这是股东的钱，怎么可以这样？但我赚的钱呢，我就帮你担保，去找这些银行来担保，让你借得到钱，度过这一段时间，未来可以赚到钱。好，
那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担心 AI 泡沫，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关键是，到底这些 CSP 厂有没有找到赚钱的方法？好，如果一直拖长，确实这是会影响的。因为如果他一直找不到方法，就像 Meta， 他可能一直找不到方法，他最后说啊，干脆我把多余的算力去借给人家，对。所以你看上一波跌最凶是这个 Meta， 对，因为大家会发现说，哇，那你是不是真的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空的？因为你大家都在抢着建，他就我好像不行，那我借给别人好了。啊，这个其实是最值得担心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是帮 Google 做担保没有问题，我或者我帮Amazon 这个担保我也没有问题，我帮微软担保可以先帮 OpenAI，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核心里面，因为 AI 的开始就从 OpenAI 现在也是冲最快的，它也是花最凶的，它也是整个这个融资担保要最多的。可是大家担心说，你 OpenAI 会不会最后，因为你的 background 是最薄弱的啊，你会不会撑不下去啊？那如果你撑不下去，你是不是会拖累了 NVIDIA？ 那你拖累了 NVIDIA， 不是整个 AI 产业都被你拖累了吗？这个回过头来就是，当然大家会担心，像 Michael Berry 不是就很担心，拼命空嘛啊。当然，我要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讲，好，上次我们的这个网络泡沫 .com bubble 破掉了以后，过了7、8年，真实需求发生。我们最主要的像 iPhone 一定要网路才有 iPhone 啊！你没有网路，你就只能打电话，你只能玩那个贪食蛇，你哪里有这么多 App？ 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孕育了最后智慧型手机啊、PC notebook 的诞生。好，那你要注意哦，.com bubble 是美国自己打 bubble，最后也是美国收割最后的成果，这中间的过程。如果这是 AI 泡沫，谁会收割这个过程？所有跟 AI 有关的核心，台湾美国爆掉了，对，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 OpenAI 都爆掉，对，谁会中间把这些获利收割？中国会收割哦，因为中国它从头到尾，它的所有的它的这个引擎，它的这些都被你限制住啦，我都是自建啊，我研究啊，所以如果这次 AI 泡沫。美国泡沫直接就被中国他自己就崛起了，所以以大国竞技的这一次上一次.com bubble 的时候，美国没有参与，就说啊你们自己泡沫，你们自己太激情了，所以有你们大国竞争的这个味道。美国他就说啊你们自己爱玩嘛，你自己要去建一堆光纤啊，建一堆设备啊，应用都还没出来，你就要那么积极啊，股票涨那么高。你泡沫就泡沫，自己泡沫，然后过一阵，因为别人根本搞不清楚美国在玩什么游戏嘛。这一次可不一样，这一次的 AI， 其实不要讲中国，各国各地 AI 都是这个如雨后春笋的爆发。美国 OpenAI 它倒下去了，那其他顺势就崛起，把这些应用啊，就抢走了。对，所以但你回过头来 ，OpenAI 有真的亏非常多的钱吗？它其实没有以国家的角度，或者你 NVIDIA 赚的钱就远远 cover 它了嘛。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会发现，美国怎么可能让 AI 泡沫跟.com bubble 一样就直接爆掉？对，因为你这次倒下去，就人家直接把市场收割了。以后所有的引擎全部都是中国的，以后所有的机器人全部中国，自驾车全部都中国了。你美国那就完蛋了。对，所以你就为人作嫁了。对，但你所有当初经营的这些东西，你就是同手让给别人嘛。当然，整个 AI 速度可能会变慢一点，但问题是那个地位跟那个就完全差距超远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想，美国怎么可能让 AI 泡沫掉？好，你第一个，你又不是说空口说白话，空中楼宇贵的要死，应用都没出来，应用就在转角，对，搞最多慢1年2年，它马上就要接上来，就是这一口气过不去而已，那有什么难？这口气就是2026到2027，对，那最多到2028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来看这些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或许会有人说我们是空想，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台积电为什么我们都说台积电法说一定要看？他站在一个角度上面，他站在一个制高点去看，他告诉你的东西甚至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些科技会远比我们想象的快的来到。你会看到台积电的法甚至在讲飞天车。
对，我们想怎么飞天？这根本没有。但以台积电的技术角度，他觉得这已经是 ready 了。他一天到晚讲机器人根本没几台，为什么他一直讲机器人？而且我觉得魏哲家讲的更清楚，我的年纪是非常需要机器人，对啊，代表说他的有生之年，他觉得他可以用到机器人的。讲白一点，可能10年之内就到处都是机器人的。如果像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啊，我们都不觉得，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到老了，我们还是要小朋友陪啊，要去长庚养生村啊。但是以科技的角度，已经看到了，可能以魏哲家的年纪，他到了老的时候，都是1人1台到甚至2台机器人。对，那我们真的准备好这些应用的爆发吗？就我们一直在讲嘛，就是硬 AI 的应用对所有半导体或这些科技的产值是8倍。那如果假如说好，我们这样回过头来讲，假如这8倍真的发生，我们讨论的这些泡沫有意义吗？都根本就不够啦！你这些所有买的现在这些股票都还要暴涨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这个就只是中间你有一个过渡的时间，你要拉长。那这中间呢需要很多的震荡，那当然不是说一触即就，那也会有各种各样空方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要缓步一步一步的完成。对。好，那另外就是黄仁勋的这个把华尔街拉进来。刚刚讲的，有人担心说，你是钱不够了，所以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融资担保。但一个说法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等于说，如果华尔街愿意来做这个担保，他愿意加入这个5000亿基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框架里面，代表华尔街也认同啊。那代表说，未来其实 AI 的钱，它的资金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充裕哦。其实就是因为上次的这金融海啸，所以大家都会发现，就是我们需要一些指标来看有没有泡沫啊。会像这次 CDS 啊，这个就是很核心的关键。上一次房地美到它倒闭的时候，它的债信平等都是 AAA 哦。那大家就想说，哇，那我要怎么去看呢？对啊，就是这个债权我要拿去再保险，就比如像说我借钱给那个甲骨文。我本来借钱就借钱嘛，反正你就还我嘛，我就给你收利息。但是后来都有人很害怕说，他万一赔我，那我把这笔债权我再去保险，那这就叫 CDS， 就是保险金。那因为大家都害怕，大家都去保险，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商业市场是供需决定。当很多人有这个保险需求，保险金是不是会上升？对，好，那这个 CDS 就是这个保险金，所以大家现在很紧张 AI， 就是发现哇，这个 CDS 一直往上跳升啊，当然没有想到，对，没有想到一件事 ，CDS 往上升不代表会倒闭，同时这么 significant 的上升，只是代表大家会心里会害怕。好，心里害怕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把债权都要拿出去再担保。对，好，但是呢，你实际上呢，这些公司倒闭的机会，就像 NVIDIA 倒闭机会有多少？很低呀，好，所以你回过头来，如果呢，我建立一个直接金融的管道，你借我钱，然后呢，我就不是用债券的方式，或者是一个联合担保的方法去做金融，很多人愿意，有钱人愿意借他。比方说你借这个 NVIDIA， 如果你1年有7%的利息，你也绝对不会倒，我干嘛不借你呢？我们台湾的保险机构。1.4%、2.5%，他都很愿意的。对，所以为什么他连 SpaceX 他愿意申购？所以这个东西回过头来就是只是一个价值的过去是说明明已经风险非常高了，我看不到预警。现在是呢风险没那么高，但因为大家害怕的要死，所以把保险金撑得很高。所以这是2个极端。那我刚刚看你到现在当然还非常看好这个 AI 未来的这个部分嘛，但是有一个关键是说你也讲过 AI 当然不变。但是 AI 的组成成分是一直在改变。你现在开始我一开始当然讲到台积电这些最主要的啦，做晶片的啦，后来发现做晶片之后呢，发现记忆体缺就买记忆体。记忆体我说散热去，这个热散不掉，我就弄搞散热。好，对，先进封装很重要，我就搞先进封装，它其实一直在流动的。那如果到了现在，我如果做一个投资人，在这么大的一个关卡里面，我要注意什么？我这个 AI 里面的这个内容本质，我要怎么去看待？AI 其实回过头来，如果以投资上面了，我们就讲投资，还是2个主轴，一个是关键的技术门槛第二个就是量产以后最缺的资源
这2个啊。那当然大家一开始都讲嘛，就是先进制程就是晶片。那大家现在发现呢，就是像台积啊，或者刚刚宝杰讲的，就是大家发现，先进封装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核心的关键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呢，先进制程不一定要先进封装，这个大家其实没有概念。就是以前的，比方最先进的制程，就是之前最先进封装可能3奈米、5奈米，在那个时候其实只有20% 是先进封装，因为先进封装是把它的 performance 在 upgrade， 好。可能解决它的漏电啊，提高它的频率啊，然后让晶片的效能跟表现得更好所以这是 optional 的嘛。就像没有我们买车有阳春款嘛，那也有很多性能版，它是属于性能版的。所以那过往呢，其实大概只有20% 到30%用 CoWoS， 就是以前都是最主要 CoWoS， 现在还有 EMIB 嘛这些。那到了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的先进制程几乎已经快要准备绑定先进封装了，就在这1-2年时间，新的2奈米甚至16、14，它出来的80%、70% 是要先进封装。为什么？因为呢，我晶片已经精细到一个很明显的程度了，我的 performance 已经好到一个程度了。我如果不用先进封装，它根本表现不出来。我这个法拉利的引擎，你给我搭一个马自达的。对吧？马自达不是不好，对，就表现不出来了嘛。我这个一定要搭配嘛。那先进封装，你要想哦，这1-2年呢，它是除了跟随着原来的量增加，它的渗透率是原来20% 到80%，4倍。所以这个为什么 EMIB 会出来？因为太缺了。如果假如说我没有这么缺的时候，我就是等着台积电、等着日月光去扩 CoWoS 就好了嘛。这是最好最。Advance 最像法拉利的选择，每个人如果假如说同样价格都开法拉利就好了。但是，因为呢有比方我晶片有比较大的散热的问题啊，我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再加上量整个的不够，所以说导致像 Intel 的 solution 也浮上台面。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比方说，连台积电都后悔，他当初没有把 license EMIB 不是 Intel 独占。当初他这技术出来的时候，他有问台积电你要不要开发，你只要 license 不用太多钱，可能几千万美金，你就可以 license， 你也可以开发你自己的 EMIB 他当初他选择不要，因为他有 CoWoS 嘛，但因为这个需求实在不够，他其实呢应该也要多一个产品线让客户去导。所以为什么你看台积现在宣布它有类 EMIB， 其实它就是在亡羊补牢，它就是也把产品线完整。那 EMIB 现在会威胁到它的这个所谓的先进封装这一块吗？简单讲就是台积忽略了这个需求有这么大，但你不能要求客人永远在那边等啊，而且永远等了有一个缺点呢，你会导致你的晶片卖不出去，因为我就像我讲了，未来如果都要7-8成都要先进封装，我先进封装不够，我干脆就不买晶片了嘛，不然它表现不出晶片的好嘛，所以导致到最后你看他以前呢也不外包给日月光他现在是1500亿美金的订单就 license 都转给日月光去做，那你赶快扩啊，不然的话我晶片卖不出去啊。对，那 EMIB 其实像 Intel 啊，或像他自己开发，其实就他的想法是这样，我要把整个饼快速的放大，因为他的bottleneck其实是很明显。这回过头来我们一开始讲的，为什么魏哲家会觉得说啊，我们这个比记忆体还缺啊？他们自己评估他们的缺货，这个供需缺口是30%。记忆体可能7%你想说记忆体不是缺天缺地，怎么7%？这个7%跟30%是客户已经埋了钱在等那当然有很多人就是拿不到他就不排队嘛，就像我们吃不到金猪食堂，我们就不会一直排在那里嘛，我就换一家。对，但是如果他一有，我马上就回来吃嘛。但我像记忆体的7%，意思是这样，有人我就是要等。就算我可能今天吃不到，我要等这7%，这已经很多咯。其实以往你只要有1%、2%的人在那边等，就已经夸张了，就代表说你哪怕吃不到都要等。台积是30%，这先进制程是30%。有大笔的钱，我就丢在那边说好了，你随时有我就要了，对，就排队。对，那台积说，我这么多的缺口，我还不涨爆你，对不对？所以他会觉得很委屈。回过头来看，这就是告诉你说，先进封装在未来这个 AI 的角度上是有多 significant 的。那可是问题是，它会涨价吗？它为什么不涨价？它如果涨价的话，对台积电股价不是又会一个大的推升吗？
台积其实它是非常的 organized， 这个东西就涉及于它的 politics。它其实每一次跟客户negotiate的时候，它都是有凭有据的涨价。而且它的涨价几乎不是 Apple to Apple， 就是我不会把去年同样的东西涨价，除非我成本变高。比方它 wafer 涨价，它马上就涨给你。它假如说它的那些耗材什么涨价，它马上涨给你。但是我说的是，它不会说我同样一个晶片我就暴涨你30%、4%，它都是我下一代晶片我的 performance 多几%，我的电晶体多5成，我就涨5成，甚至我给你涨5成，电晶体涨5成，涨5成了，我还给你多 performance， 让你觉得好像很赚到。对，好，那它这个延续是从10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但也导致了就是其实它已经实质垄断了，它现在市场根本99.9%，但你也看到在这种反托拉斯啊或者什么很少动到它没有动到它，因为它是反托拉斯的核心根本说你不能因为缺我就暴涨嘛，好，这个就是关键，就是它一直有谨守这个氛围。好，那未来呢，它其实呢会有一个很重大的这个东西，也因为这样，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利多，就是 chiplet。在 chiplet 的时候，HBM 是把第一任 stack 堆起来3个，那 chiplet 是把 SOC 就是晶片堆起来2个、3个。那堆起来3个的时候，你的电晶体密度就3倍哦。对。哦，那如果假如它不是一个议价能力很强的，他就算我提供你3倍的电机，我不一定能收3倍的钱啊。对，但他绝对可以，因为他现在只是我自己抑制我自己不要涨啊。对，等到他3倍，他马上就跟你说，我给你3倍的电机底，你要3倍的钱。那我如果听你这样讲的话，那等于台积电未来有2条线，一条线就是刚刚讲，以前我们都觉得台积电最厉害是我做晶圆制造，我越做越小。我越做效能越高，然后呢，我的散热、我的良率都维持到一个非常极端好的一个标准。但是他前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所谓的技术论坛里面，他的这个何军，他的这个副总也讲，现在的先进封装已经跟过去的先进封装完全不一样了。先进封装我是帮全世界来做配对，等于说我可以针对你找出你最好的晶片、你的数量、你的这个所谓的怎么的配比，等于说我今天在晶圆设计上我有 chiplet， 我在先进封装上面这2个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引擎。对，而且变成是互相需求。而且完全缺一不可，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先进封装可能7-8成，未来是100%，好，尤其在 chiplet 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chiplet 我们刚刚讲嘛，电晶体密度2倍、3倍，对，就叠起来，这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呢，我的传输速度会变bottleneck。我之前最常举例就是内湖很塞车了。你如果突然让它短时间内车变3倍，会发生什么事？全部不用走了，上下班直接封掉。所以你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你一定要什么？你可能要建飞天车啊，建高铁啊，建磁浮啊，你去解决它。其实问题就在这样。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到台积它会说，我这个CUDA就是这个 CPU 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甚至他们自己说，这个如果开发不出来，台积电会陷到一个停滞期，因为我的交通速度会完全打结，我的传输会太慢。我们最期待的这个 chiplet 把它做成2倍、3倍，我终于可以跟客户大展身手，卖他高的钱，然后卖不出去，因为我的资讯、我的这个讯号根本传不出去。所以这个传不出去的核心关键就跟封装有关，就跟光的 CPU 有关。所以你看为什么光学大涨？本来一开始光通讯大涨，现在连什么大立光啊、玉晶光啊都涨，因为他们已经被拉进来，就做下一代。我传输的时候，我不能再用铜线、铜制程去做，我就是要用光去把我这么多的车辆把它传输出去。好，这是我们回过来，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看起来都是片段就比方说先进封装是不是关键啊什么，然后呢这些光通讯的崛起啊，光学的崛起啊，到最后发现全部兜起来。对，在2028、2029的时候，台积电的重要的 jump 就是要在先进封装跟光通讯。可是我听到你们，我也有一个感觉到不安的地方，在于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中间只要有一个技术门槛过不了，我就整个都挂掉了。等于说我虽然我的 chiplet 做得很好，我的先进封装做得很好，但是我的 CPU 只要有一点闪失，我在 CPU 没有办法达到我要的标准，不就全部挂掉了吗？所以难道这中间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还是这个风险已经被 cover 了？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时间流程啊，其他公司拉得都很紧。
比方 NVIDIA 就是 Rubin 都要出来了，它的散热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他们的伺服器跟伺服器中间的光通讯，这个光插拔都已经要上了，它还没解决。HVTC 它就是有点赶鸭子上架，边做边改，它已经算很厉害了。台积电不是，台积电你看它的 chiplet 真正大量产可能在2028，它远在前年它就开始做。所以你在前年就已经有听到很多什么台积电那个在做 CPU 啊，有很多台湾的公司啊，突然从50块涨到500块啊，1000块，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台积电它其实站在一个制高点，所以它很早就发现就是未来这个会卡住我的瓶颈，所以它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那以我们的角度跟他们其实就是要避免掉。他没有办法说，可没办法说到了时间我再来解决。对，好，所以看起来现在很吃紧，很如火如荼，但他们还有1年多。所以以目前来看到已经完成到很后面了。它这些最一开始设计，比如像说这些光斗啊，就是收集光啊，光学的折射啊，光学的测试啊，都已经开始扩厂了。扩厂代表什么意思？他们已经募资要扩厂，代表已经进入量产。所以现在你可能很多人都想说，这些公司根本就你也看不到他们出去哪里啊，但其实他都已经开始大募资扩厂在做了。这就是台积电它前瞻远瞩去做的这个布局。那因为那个我要特别问你，就是何君讲那一块，我觉得我非常好奇。他说，他是台积电的副总，他就要负责先进封装，可是他说我每天最忙的是，我就像你把全世界最大的交友网站，我要去不断帮人家这个媒合，帮人家这样撮合。我心里想说，奇怪了，你明明做先进封装跟媒合跟这个交友网站有什么关系？搞了半天是每一个先进封装里面，我越做越大，现在是5倍的光罩，未来要做14倍的光罩。然后这个光罩里面，我里面的晶片，我里面的 HBM 的数量，我的这个排比，甚至我装到里面的东西。每一家都不一样吗？那如果未来只有台积电有，为什么台积电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的供应商是全力配合的。我的 PCB 载板，我的所有的这个排线，我的散热，跟我是全力配合的。未来真的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未来做到这样的东西之后，全世界只有台积电可以做到吗？那真的未来那是台积电最可怕的护城河吗？这个回过头来就是可以去听这黄仁勋讲，黄仁勋被美国的主流媒体访问，他说台积电的护城河是什么？他说你们都误会了，你们都以为台积电护城河是技术。他说技术当然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帮客户做 allocation priority 的能力。他举个例，你一听就跟刚刚您讲的一样，这么多的客户，这么多的技术，这么多的这个 wafer 的量啊，有的少量有的多量，他要怎么样去prioritize，去每一届去，他说每一天有多少 wafer in wafer out， 什么量，每天动态调整，他怎么去权衡应对这件事情？不要说台积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做得到。你这么多的客户，你要知道，以我们的了解，比如像 Intel 以前自己做自己的 CPU， 他做一个 CPU 要开7个光罩。为什么要开7个光罩是一样的？因为我为了要让它做得好，我开7个光罩，我选里面好的啊。台积电不是啊，客户最多开2个光罩，因为开光罩成本很高啊。那2个光罩里面，你就要帮客户做到量产，对，然后呢，中间的交期还要比人家都短，这个就是台积电最强大的一个能力。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台积电到现在才具备，其实从很早以前，甚至我20年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他就具备一个能力，就是这么多的客户，这么多不一样的产品线，这么多的技术不断的迭代，他有办法让客户第一个 on time，然后呢，我还把你的资源都规划好，而且呢，出包可能会出包，但是出包在很快时间 damage control year recovery。所以这是它其实最难的一个东西。那现在的难度又比以前高非常的多啊！就像这个何军讲，他现在的以前是我只要把晶片做得好就很难了，现在我晶片做完，我还要让先进封装搭配起来。对，而且你要想个事情的，我们现在以我在以前在那边工作的角度，我都想不出来，晶片做出来良率我已经测完了，好，这个 good die 好的，我封装完坏掉了怎么办？我那个装到板子上坏掉怎么办？但现在一个晶片是100多万的，以前一个晶片才几千块，那这个东西怎么克服？我们已经无法理解。但是其实台积电已经跟他客户一起把它克服。对，所以这个台积电等于帮处理部分。
那另外最后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AI 是一路一路往前走嘛。好，那主要这边你刚才讲的，未来 AI agent 也开始要出来了，它的应用也要出来了。我如果要作为投资，因为前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要投资被动元件我这段时间就是散热非常重要，因为散热变成瓶颈，我要去投资散热。然后呢，记忆体是瓶颈，我要去投资记忆体。未来什么是瓶颈？什么东西是未来？我如果今天要投资 AI 这个产业的话，有哪些指标是我要注意的？我觉得3个第一个就是技术的瓶颈，还是一样是关键，不管是CPU 或者散热或者是这些核心关键还是一样，只是呢，你要细去抓什么东西是真正的瓶颈，这有点难度，这个也是法人或专业机构比较做的。第二个就是产能的瓶颈，HBM 看起来还是很缺嘛，所有人都讲，或者是未来被动元件会不会缺ABF 会不会缺CCL 会不会缺这个就是要看各大厂商的这个供需的竞合，这个也是法人会比较着手。那其实从今年下半年到之后呢，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我觉得散户或者是一般投资人可以注意，就是 AI 的应用。好，第一个跑出来的很明确跑出来就是工业电脑。好，工业电脑本身呢，它并没有自主开发 AI 的能力。我们的研华或者是它不会自己去开发一个 Anthropic 对，但是它完全是从天掉馅饼受惠，因为呢有 Anthropic 有 OpenAI 这么聪明的脑，这些所有应用场景，不管工厂、或者是医院，我发现可以用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化投药，自动化这个 nursing。或者是我照来的这个 X 光，我可以让 AI 先判断大概的，让这个医生可以快速的去做那个，然后比方晚上在急诊室，我可以快速通知谁需要来，甚至什么状况可以先投药，或者在工厂上面，我遇到生产线的什么问题，我可以评估完以后，我可以去 call 谁 on time 的谁来处理，什么东西要先停下来。对，这些所有都是因为 AI 够聪明。那 AI 够聪明到它可以摆在医院用，摆在工厂用，需要谁来把它 implement 到设备上？就工业电脑。那他买的可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 PC notebook 或者是手机它不是插个手机它就是要有一台，就像我们的点菜机，或者是这个在工厂上面有一台那个 workstation， 这个东西就是工业电脑帮他做。那工业电脑是做什么？就是它其实你去call它，就是它有点像软体公司。客户跟他说，我需要一个东西帮我 monitor 这些，然后呢，他去研究说现在的 AI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会有风险，什么程度是已经很稳的，然后去跟客户沟通完了以后，他去买这些关键零组件，然后斗成一个东西，然后 guarantee 他说这个3年之内不会坏，你装上去可以用，这些公司就从天掉馅饼。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所谓我们说的 AI 应用的受惠者。还有谁呢？像美国的公司，像礼来，他做药，他同时他就用 AI， 他去加速他的这个过程研发的，对，很多。那这种东西其实开始层出不穷。好，那未来还有什么进一步？其实我们在研究已经很多，像未来可能 IP。像迪士尼像这个宝可梦为什么你知道吗？等到机器人出来的时候，一开始机器人只要可能长得 OK 就好了，功能嘛，但是会有 enhance 的需求等到机器人都 OK 了，你会不会有可能想要买一个皮卡丘在家里？你可能买个哆啦 A 梦，或者是你就不用买洋娃娃，不是买对，不是只有一个嘛？那等到你 OK 的时候，未来可能就我们常讲，你看一个大陆的电视剧《足浴》，就哇，我好喜欢那个张凌赫，对吧？未来搞不好直接你下面就有一个连结，订一个张凌赫回家，半个月以后他就寄到家里，跟他长得惟妙惟肖，而且他拥有剧里面男主角的所有记忆。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可以用他的 personality 回答你。听起来很荒谬，对吧？但是现在的科技其实已经接近可以完成。因为你上次跟我讲，我也觉得很荒谬，就是说你说现在已经很大量制造 AI 的影片，那 AI 的影片已经可以获利，我当时还没有那么感觉。结果现在超夸张，到处都是这种 AI 的影片，然后到处都有很大的获利，这已经变成非常普遍的事情了。所以宝杰，你想一件事未来真正股票市场爆炸的，可能已经不是未来我们过去刚提到的什么。做 server 啦，做那个，搞不好之后应用一爆发，这些原来这些公司它大爆发。其实我们举个例最清楚，好了，像 Netflix 它是不是把以前拍的影音，它就因为这个网络
媒介摆到上面让大家改变。以前大家都去 Blockbuster 租这个 VHS 啊、DVD 啊，现在全部大家都这个导致它市值大暴增。对，未来可能这些全部有一些传统的，比如 IP 啊，或者是做机器人啊，或者它可能因为这 AI 科技的研发太大暴增，它的需求大暴增。那这个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在明年或后年。真的吗？明年后年我有这么大？因为呢，其实当他这些技术 ready 的时候，这些厂商才不会等你嘞，而且他们没有这个 burden 啊，他可不需要借钱，他本来他就对我东西做出来我就赚钱，我就一直 rolling 他现金流就进来了。那回过头来，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回去担心 AI 泡沫？又不会了，所以它这个永动机就完整的完成了啊。但因为现在还没有终端。当这些全部都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担心上面了。这个可能发生在明后年。那另外就是，很多人就记忆体有一个很大的讨论，就记忆体一直都说它是循环股，然后呢它会暴涨暴跌。那现在有很多人讲说，现在已经没有循环股了，因为 HBM 的关系。特别现在看韩国讲说 AI 就是记忆体，只要 AI 存在，记忆体就永远不灭亡。那现在很多人都有记忆体嘛，很多人都是股票嘛。那我现在最后我怎么来看待记忆体呢？AI 就是记忆体，我觉得是完全认同的。然后，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完全忽略，就是应用也是记忆体。好，你会发现我们刚刚提到3个最重要的，其实呢，第一项是跟应用没有关系的。应用多出来，你会导致 server 越多，这是间接式的。所以你技术往上提升的时候，它是要完全靠 server 的。但是应用出来的时候会吃到什么？它可不会吃到那个 power supply 它不会吃到 server， 它吃到的就是记忆体，就吃到像台积电两边都说，因为台积电会做很小的 chip， 也会造很大的 chip，所以当应用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像应用的间接受惠，或者像记忆体，因为你所有的车子或者是机器人，你都需要记忆体。那这一块呢，是完全没有 pricing。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记忆体缺的，全部都还是被 server 吃掉。好。我们的手机已经快要都不能用了，全部被它吃了。你要想啊，等到未来还有这个新的像机器人啊、自驾车出来抢，我跟你讲，到时候手机更不用。是好，我很喜欢找冠军来跟我们聊聊，因为我觉得你去投资 AI 也好，或者你去了解 AI 也好，其实你要对未来 AI 有一个 picture， 我要知道AI 是什么，为了 AI 走去哪里，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想象。那跟冠军聊天的过程里面，这个图像在我脑袋就会慢慢浮现出来。非常谢谢冠军，谢谢。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来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
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